嗨，大家好，我是雲飛。那我們現在是來到了 CES 的現場啊，來看一下英偉達 NV 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東西。那今年 NV 應該主要還是聚焦在 AI 的領域，但是呢，遊戲方面，他們這一次也是拿出了一個新的技術迭代，就是 DLSS 4.5。那麼到底這個 DLSS 新的更新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呢？哎，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今年老黃上台的這身皮衣是格外的閃亮啊，感覺是比以往要精神很多啊。但實話說，我去的這趟發布會，我感覺是有點讓人失望的啊，因為本來以為會有新顯卡啊，或者至少一些遊戲的篇幅，對吧？但真的他整場發布会都在講 AI，主要呢就是聊這個 Vera Rubin 的 AI 超算。那新一代的 Rubin GPU 啊，相比 Blackwell 的 FP4 訓練性能又強了3.5倍，推理性能強了5倍啊，它可以支持22 TB 每秒带寬的 HBM4 顯存，哇，這個配套的呢還有新的 Vera CPU、NVLink Switch 的互聯芯片等各種芯片為 AI 服務啊。那老黃今年強調的這個主題啊，就是物理 AI 啊。前年講生成式 AI， 去年講 Agent， 那今年就開始往物理 AI 走了。有一個基礎模型 Cosmos， 它就包含了物理規律。但在這個基礎上啊，通過 Omniverse 打造各種會基於真實物理做出符合邏輯的這種判斷的模型啊，用在各行各業裡。這下就真成地球 online 了啊！其中重點講的例子就是開源的 Alpamayo 的自動駕駛模型，現在已經在和奔馳合作了，後面還有不少車企會採用啊。然後啊，就是講 AI 開源社區啊，包括 AI 小主機 DJX Spark 的生態。這個小玩意兒可以直接在桌面上運行最新的框架和開源模型啊。不過我來這一趟肯定最關心的還是遊戲嘛。那麼好在 NV 還是專門為遊戲準備了一個展廳的，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次最重要的 DLSS 4.5吧。DLSS 4.5的升級啊，由2部分組成：更好的超分辨率和更好的真生成。那先來說超分啊，我覺得超分還是更有用一點吧。那為了改善 DLSS 的畫質，4.5做了哪些事兒呢？首先啊，就是增強了針對 DLSS 的訓練，增大了數據集，針對更多畫面容易出現尾影問題的情況去做專門的訓練，改善畫面失真啊。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引入了第2代 Transformer 模型，這個是重頭戲啦。第2代 Transformer 的推理計算量翻了5倍啊，理解上下文的能力是明顯更強了，也有了更智能的像素採樣和運動矢量技術。雖然會增加不少的計算量，但由於 Transformer 模型啊是基於 FP8 加速計算的，所以在40系和50系卡上的影響是很微小的，而20系和30系的老卡是會受到一定的性能影響啊，但是至少也還能都跑得了。那最終這些技術改進帶來的結果就是 DLSS 4.5的畫質變得更好了啊。首先它有更好的抗锯齒，可以更精確的識別幾何的邊緣，然後啊拖影和閃爍也會更少，這是得益於更好的時域穩定性，就是涉及連續多幀連貫性這種場景它都會有改善，包括對光照的這個處理也更準確了，修正了之前 Transformer 的一些光照的尾影。這些畫質改進受益最大的就是 DLSS 的性能檔和超級性能檔這2檔啊。之前在 4K 下性能檔的畫面損失很大，而超級性能檔基本是不太可用的。現在有了第2代 Transformer 的改进啊，性能檔的畫面好了很多，而超級性能檔也勉強能看了啊。这個對於顯卡沒那麼好的玩家來說，我覺得是個利好啊。那 DLSS 4.5的另一個大升級就是多幀生成了啊。DLSS 4是引入了4倍真生成，那麼 4.5這一次就再接再厲，引入6倍真生成，主打一個 4K 240的遊戲體驗。從現場的 demo 來看啊，相比4倍真生成會再增加那麼幾毫秒的延遲，來換取頂滿超高刷的一個體驗啊。當然，這個假幀越來越多，我覺得大家聽到也感覺挺麻木的啊。但反正這一次的升級也不光是在加幀數，其實幀穩定性也做了改善。與此同時呢，還引入了自適應真生成，它會以你的顯示器的刷新率為目標，自動調整真生成的倍率。比如現場這個無主之地4演示啊，有的時候呢4倍就能夠跑到240，它不會切到5倍、6倍，但是戰鬥場景幀數掉下去之後呢，它識別到你的幀數低了，就會自動跳檔到5倍真生成來補足幀率。遊戲這一塊的另一個重點就是 G-Sync 顯示器的新技術，叫 G-Sync Pulsar， 這是專門用於減少拖影、增強動態清晰度的一個技術。NV 說是可以做到4倍的等效動態清晰度啊，市售200-300赫茲的電競顯示器拖影是能夠做到跟1000赫茲一樣少的，這個對於電競玩家來說還是挺有意思的。現場這個 demo 我也努力拍了一下，這個不一定很嚴謹，這個是關了 Pulsar 的動態拖影，而這個是開了 Pulsar 的。你還別說啊，我本來以為我這種非電競選手看不太出來的，但是這個肉眼好像還看着挺明顯的。
那支持 G-Sync Pulsar 的产品也从1月7号開始陸續發售了。那首批應該都是高端顯示器才會用這個，想普及的話呢，就得等一段時間了。不過 G-Sync Pulsar 只會用在高端的 LCD 屏上 ，OLED 沒有背光，原理上就不支持，而且 OLED 本來也沒啥拖影，就不需要這個技術了。那除此之外 ，AI 遊戲助手 NVIDIA Ace 也開始集成進更多遊戲裡了。像《全面戰爭》的新作啊，就把遊戲裡又臭又長的百科給濃縮進了 AI 助手裡。你問問題，會有 AI 來給你總結，而且它是能夠讀到你目前在遊戲裡的數據的，所以會根據你的遊戲進度來提供專屬的建議啊。我覺得這個 P 社遊戲非常需要這個功能啊。這樣在玩《歐陸風雲5》這種需要學習大量機制的遊戲的時候，就應該會輕鬆很多了。這次我在 CES 現場還玩到了卡普空的新作，就是這個由小蘿莉陪你一起玩的 Pragmata 實質存在啊，也是首發就會支持 DLSS 4.5以及路徑追蹤的光追啊。這種太空主題的遊戲有很多反射和陰影，光追的效果還是很明顯的啊。包括有不少同學期待的國產大作《影之刃0》也有了新的片段，展示了在光追和 DLSS 加持下的游戲畫面，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那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呢，老黃也談到啊，GPU 的純算力受到物理的限制，其實越來越難發展了，所以啊才需要 AI 介入。之前是引入 DLSS， 未來呢則是會發力神經網絡渲染啊，就是把少量的像素計算的極度精美，然後用 AI 推理出它周邊更多的像素啊，這個是未來遊戲渲染的一個大方向啊。包括他還覺得以後的遊戲從角色啊到動畫啊再到物理，其實全部啊都會由 AI 來驅動啊。那麼以上啊就是我在 CES 現場看到的所有關於 NV 的內容了，敬請期待我們其他關於 CES 的專題視頻吧。我是雲飛，我們下次再見，拜拜。